女友明明被侵犯致死，可体内却没有发现体液。你下体明显是被侵犯了，我们仔细做了检查，就是找不到精斑。什么东西弄人？体积较大的异物。更奇怪的是，男友得知后不仅不生气，反而还一脸淡然。正当案件一筹莫展时，刑警只是看了一眼掉落的头发，竟瞬间找到了破案关键。而事情还要从不久前说起，女房东催租却怎么也联系不上租户，于是便请来开锁师傅打开房门，不料刚走进去就被吓得大叫起来。接到报案后，警方迅速赶到现场，并展开勘查工作。据房东介绍，死者名叫徐嫣然，今年26岁，是外来务工人员。他最近2天给徐嫣然打了数十个电话催缴房租，但徐嫣然都没有接，这才找师傅开锁。结果发现徐嫣然已经死了。只见死者双手被人用皮带反绑，脖子上还勒着一条领带。经法医初步尸检判断，死者确系窒息死亡，但并不是被领带给勒死的。而从其鼻腔内找到的棉质纤维来看，死者应该先是被人用枕头给闷死，然后再被绑上皮带和领带，死亡时间大概在3天左右。由于该小区刚交房不久，安防设施还未完善，且大多住户并未入住，所以警方既没有拿到监控录像，也没有找到目击证人。但据小区保安回忆，有个男人经常开着一辆奥迪6轿车送徐嫣然回家，并且在车前的挡风玻璃上有一张区政府的通行证，猜测这个男人很可能是区政府的某位领导。警方很快查到，徐嫣然生前是夜色 KTV 的陪唱小姐，而据夜色 KTV 的经理小丽描述，徐嫣然的手脚不干净，经常趁客人喝醉酒后偷走他们身上的钱，所以早在几个月之前就被开除。而法医在进一步尸检后判断，薛嫣然的死亡时间是在9月16日下午的1点至5点之间。薛嫣然身上有多处防御性伤痕，但由于凶手作案后不仅清理过薛嫣然的指甲，还用消毒水浸泡过，所以警方在其指甲里没有找到任何物证。此外，法医还在徐嫣然下体提取到少量精液，并发现徐嫣然已经怀有身孕，但在 DNA 数据库内并没有比对成功。现场门窗完好无损，并且死者当时穿的是睡衣，所以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最大。死者家衣柜里挂着几套男装，这说明死者应该有固定的异性伴侣。凶手作案后清理了自己的指纹和脚印，但警方还是在现场找到一根头发，经检验后确认是另外一名女性所留。现场没有翻动痕迹，死者的首饰和钱包里的现金也没有丢失，但手机很可能被凶手拿走了。所以在排除谋财害命的可能后，情杀的可能性非常大。因此，警方首先要排查薛嫣然的社会关系，搞清楚和薛嫣然同居的男人是谁。警方调取了薛嫣然的手机通话记录，发现薛嫣然生前最后的2通电话，一个是外卖员打的，但是并没有接通，而另一通电话的机主竟然是丰河区的副区长段刚。一个副区长怎么会和 KTV 的陪唱小姐有联系？李队立即带人找到段刚问话，看着徐嫣然的照片，段刚表示从未见过，并称案发当天下午自己一直在区里开会，有很多人可以给他作证。至于那通电话他已经记不清了，很可能是别人打错了。与此同时，小队找到了案发当天给徐嫣然送快递的小哥阿强了解情况。据阿强描述，当天徐嫣然在网上买的是验孕棒，但他送去的时候没人开门，电话也没人接，后来他把东西挂在门把手上就走了。不过阿强坚称当时徐嫣然家里肯定有人，因为房间里的电视是开着的，并且他还听见有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。随后肖队在徐嫣然的照片上取下了段刚的指纹，并从其附着的汗液中成功提取了 DNA。 经过比对后确认，徐嫣然下体残留的精液就是属于段刚的，但这只能证明段刚和徐嫣然发生过性关系，并不能认定段刚去过现场，甚至是杀人。而此时肖队在勒住徐嫣然脖子的那条领带上发现了半枚指纹，但要从上面提取下来需要一定的经验和技术。而就在肖队和杨倩实验时，不料竟在领带的另一端发现剩下的半枚指纹，并且经过折叠后形成了一枚完整的指纹。两人很快将指纹提取，并且经比对后证实这枚指纹就是属于段刚的。于是警方立即拘捕了段刚。在证据面前，段刚只能承认自己认识徐嫣然。据段刚交代，他和徐嫣然相识源自于一场车祸。2个月前的一天，他开车回家途中被徐嫣然驾车追尾，当时他见徐嫣然长相清纯，也敢于担当，并且车撞的也不严重，本想就此算了，可是徐嫣然非要他留下电话号码，称日后一定会把修车费还上。后来徐嫣然果真联系了他，并称自己正在上大学，暂时没那么多钱，以后定会把剩余的部分补上。后来他又跟徐嫣然接触了几次，慢慢的就好上了。当得知警方在徐嫣然体内检测出他的精液后，段刚承认案发那天下午他趁午休的时候确实去过徐嫣然家，但徐嫣然的死跟他无关。段刚称当时徐嫣然说自己家里欠了一笔外债要还，
于是他取了15万现金拿给徐嫣然，并向徐嫣然提出结束他们的这种关系。所以那15万算是给徐嫣然的补偿。可不料徐嫣然死活不肯，并称自己好像已经怀孕了。当时他心一软，就又一次和徐嫣然发生了关系。至于那条皮带和领带，是他放在徐嫣然家里方便更换的。而当得知徐嫣然的真实身份并非是大学生，而只是 KTV 的一个陪唱小姐后，段刚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。可奇怪的是，警方并没有在现场找到段刚所说的那15万现金，但是徐嫣然的手机却在段刚车里被找到，并且手机里有一段段刚和徐嫣然的不雅视频。所以李队推测，正是由于徐嫣然利用他们的关系以及肚子里的孩子，还有那段不雅视频敲诈段刚，所以才会遭到段刚灭口。现在所有证据都指向段刚，而段刚也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只能坚称自己没有杀人。警方召开案情分析会，虽然现场的种种证据都指向段刚，但反过来看却过于刻意。假如段刚真是凶手的话，那他杀人后既然彻底清理了现场，却为什么不把领带和皮带带走呢？还有徐嫣然的手机，他堂而皇之的出现在段刚的车里，恰巧被警方找到。难道段刚真有这么傻吗？所以在肖队看来，这些证据全都是真凶栽赃嫁祸给段刚的。局长在听取汇报后也认为案件还有疑点，所以命令继续调查。随后警察找到段刚的妻子严海娇问话，但严海娇表示她并不认识徐嫣然，更不知道徐嫣然与段刚有染。案发那天下午，自己一直在医院上班，从未离开过。而细心的杨倩注意到严海娇胸口有一道明显的抓痕，于是照例提取了严海娇的 DNA。而经过检验后证实，在徐嫣然家找到的那根女性的头发就是属于严海娇的，这充分说明严海娇知道段刚和徐嫣然的奸情，也去过徐嫣然家，所以他具备杀人的动机。于是警方立即将严海娇传唤到警局问话，但严海娇否认自己杀人，称那道抓痕是此前跟徐嫣然发生冲突时被抓伤的。据严海娇所说，半个月前段刚声称去外地出差几天，但回来以后，他在段刚的衣服兜里发现2张本市一家影院的电影票，当时他就觉得段刚有问题，于是晚上趁段刚睡着以后，打开了段刚的手机。这时候他才发现段刚在外面有了情人，于是他悄悄在段刚手机里安装了定位软件。不料没过2天就发现段刚下班以后直接去了情人家里，后来他当场拆穿2人的奸情，并且和徐嫣然发生了冲突。他胸口的伤痕就是在那时候被徐嫣然抓的。虽然严海娇否认案发的时候去过徐嫣然家，但其手机里的网约车订单却出卖了他。订单显示案发时段他的确去过徐嫣然家的小区。在证据面前，严海娇只能承认。不过当他看见段刚从徐嫣然家离开的时候，突然想明白自己没有必要为了段刚这种人去做犯法的事，于是他在下定决心和段刚离婚以后，独自走回了医院。要是段刚和严海娇都不是凶手的话，那真凶到底会是谁呢？现场的种种证据明显都是凶手故意伪造的，那这其中会不会有漏洞呢？此时肖队突然想起现场的那个闹钟，闹钟掉落在地上，应该是凶手刻意为之，但电池掉了出来，很可能就是意外。肖队立即对电池进行检验，不料果真在负极处提取到一小块指纹碎片，虽然不能用它直接锁定凶手，但已经可以排除是段刚和严海娇以及徐嫣然自己的。而就在这时候，网上一则副区长乱搞男女关系的帖子突然登上了热搜，并且附有段刚和徐嫣然的不雅视频。这条帖子刚发出不久，段刚就被市纪检委约谈，而警方很快锁定发帖地址是一家网吧，并当场将嫌疑人蒋龙抓获。据蒋龙交代，那条帖子是一个戴着帽子和口罩的男人给了他200块钱让他发的。而据肖队分析，在排除照片和视频是从警局内部人员手里流出的可能以后，那拥有这些东西的人只能是凶手，而他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想嫁祸给段刚，所以只要找到顾蒋龙发帖的人，就能找到凶手。警方立即调取网吧以及周边的道路监控，不料发现嫌疑人最后消失的地方竟是警局对面的和平家园小区。警方立即出动，并最终将嫌疑人成功抓获。与此同时，痕检科通过特殊技术，在电池负极的指纹中成功提取到微量汗液，并通过 DNA 检测，最终确定这枚指纹是属于一个名叫封浩磊的人。封浩磊曾因打架斗殴被警方拘留过，所以在数据库里留有记录。而这个刚刚被警方抓获的嫌疑人正是封浩磊。坐在审讯室里，封浩磊疑惑警方为什么会放了段刚而抓自己。而当得知警方已经拆穿他杀人栽赃的把戏后，封浩磊只能承认是自己杀了徐嫣然。据其交代，他之所以要杀徐嫣然，完全是冲着段刚去的，因为是段刚让他变得家破人亡。封浩磊称，城外的西山村里有数百亩茶山和大大小小几十家茶厂，而他家的丰记茶坊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家。不料5年前突然有一伙人到村里，逼迫所有茶厂签订购茶合同，想以此操控茶叶市场的价格，如果不签的话就会遭到毒打。而领头的是一个名叫齐德彪的人。在封浩磊看来，齐德彪等人就是一个带有
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。当时他父亲一直拖着不签，不仅被齐德彪的手下打了一顿，而且茶厂所有的茶叶都被齐德彪派人假冒惩治监局的工作人员，以茶叶中检测出有害物质给扣押。当时他找人鉴定过扣押文书，最终被证实的确是真的。于是他去至监局讨要说法，那时候才知道扣押文书是当时的科长段刚所开。段刚承诺会尽快调查清楚，还回茶叶，可转身他就被齐德彪抓起来暴打了一顿。那时候他才知道段刚和齐德彪是蛇鼠一窝。后来他好不容易逃出来，由于害怕再次遭到报复，所以他带着父亲连夜离开了本市。但没过多久，他父亲就因忧郁过度去世了。半年前，他听说警方在打黑除恶的专项行动中将齐德彪团伙摧毁，而齐德彪因持械拒捕被当场击毙。当得知这个消息后，他欣喜若狂，但同时他又看见一条令他沮丧的消息：身为齐德彪同伙的段刚竟然高升成了丰河区的副区长。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坏人还可以升官发财，所以他决定一定要找机会让段刚身败名裂。在此后很长一段的时间里，他每天都在跟踪段刚。没过多久，因一次误会认识了徐嫣然。当时徐嫣然被人追债，是他在机缘巧合之下救了徐嫣然。徐嫣然说要报答他，于是他想到利用徐嫣然去接近段刚，再让段刚身败名裂。徐嫣然接近男人很有一套，他假扮成大学生，很快吸引段刚，并与其发展成为情人关系。但不料有一天，徐嫣然却突然说不想干了，因为他如果维持现状的话，能从段刚身上得到不少好处。当时他真拿徐嫣然没有办法，以为这件事就此结束了。可不料没过多久，徐嫣然被高利贷追债，是他替徐嫣然还了钱。当时徐嫣然答应他一定拍下和段刚的不雅视频，却不料没过多久，徐嫣然又反悔了。案发那天，徐嫣然约他到家里，并给了他15万，说让他拿着钱离开这里，求他放过自己和段刚。一想到徐嫣然反复无常的态度，他就气不打一处来，当即威胁要把徐嫣然陪唱小姐的身份告诉段刚。而徐嫣然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扬言要在段刚面前拆穿他的真实身份。随后他在抢夺手机时与徐嫣然爆发冲突，情急之下用枕头闷死了徐嫣然。杀人后，他想到伪造现场嫁祸给段刚，他还故意破坏闹钟，想伪造徐嫣然的死亡时间。不料这时候突然有人来送外卖，吓得他弄掉了闹钟里的电池。清理完现场后，他将徐嫣然手机里的图片和视频发到自己手机上，并删除了他们的聊天记录，然后离开了案发现场。后来他用干扰器打开段刚的车，把徐嫣然的手机藏了进去。这就是整起案件的真相。随着封浩雷的伏法，相关部门也迅速介入，对段刚存在的违法问题展开调查。相信段刚很快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